大家好，这里是雨晨伟，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来自红闪电工作室以及诗心工作室的两款吞心者阿米特。听到这里，一部分的朋友应该会一头雾水，但我要是说这是第二次再版的空魔超3贝吉特以及超3悟空，大家伙就应该都听懂了。两个二级市场价格曾经被炒得极其夸张的爆款产品，本次二次再版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物表现呢？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还是来先看外包装，主体彩盒依旧保持着野兽神灵的遗风，采用国内外神话人物的形象作为包装，底架则是更换了全新的包装，可以通过盒子的颜色来确定款式，书签则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样子。那么打开彩盒，主体之外本次就附带了对应的超3头雕、面雕、手型，还有2个安装在头雕上的光环。面雕方面，两款都是5张面雕，超3贝吉特附带了斜视怒吼脸、咬牙脸、严肃脸、微笑脸以及斜视脸，超3悟空则附带了怒吼脸、吃惊脸、严肃脸、微笑脸以及斜视脸。面雕沿用了上一次再版的设计，其中个人认为最出彩的是悟空的惊讶脸，而2个怒吼脸则还是感觉嘴太偏上了，没有给人中留出足够的空间。手型方面，贝吉特附带了6对手型，分别是握拳手、掐脖手、开掌手、龙爪手、武术手以及劈掌手。悟空则是5对，分别是握拳手、龙爪手、开掌手、武术手以及瞬移手。然后后发头顶的小孔就是用来安装光环的，对准之后直接插入即可安装完毕。需要注意的是，光环的连接桩比较细，大家安装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否则会有断裂的风险。好，那么我们卸下这些丑萌的鳄鱼爪以及鳄鱼头，安装上我们的正常手型和头雕，来看一看这2款的实物表现。可以看到，本次再版模具是没有修改的，继承了素体的高颜值，却也继承了之前版本有点长短腿的小毛病，这一点比较令人惋惜。那本次产品在宣传时曾经提到过，会给头发和身体都增加全新的涂装。那先从头发看起，本次头发的渐变色涂装让人眼前一亮，发根的黄色到发间的白色之间过渡处理得非常自然，整体的层次感和质感也提升了很多。然后之前版本曾经令人诟病的大发缝，这次也是好了不少，虽然不是完美贴合，但是观感上也强了许多。而素体方面，则是在衣服的褶皱以及肌肉的刻画上，和之前精图版月兔一样，增加了阴影涂装，来提升素体的整体质感。那单独看可能还不太明显，我们拿出旧版021来对比一下，明显在脖子和胳膊的肌肉纹理上都新增了阴影涂装，而道服的消光质感也有很大加强。然后再来简单展示一下本次素体与其他头雕的适配效果。接下来我们用悟空作为范例来看一下本款的可动表现。首先来看头发，头发带有2段可动关节，可以上下移动，也可以左右旋转，从而还原出更加飘逸的造型。头部整体呢，前倾幅度还是比较不错的，面雕也非常紧实，不会有轻易脱出的情况。然后仰头的话，幅度更是非常夸张，当然掰到极限幅度的话，正面穿帮就比较严重了。而换个角度看就非常不错了，直接还原出飞行时的姿态。然后弯腰的幅度也是很可观的，不过弯到极限的话，背部还是会有一点穿帮。手臂部分，大臂平抬90度，大臂平转360度，曲肘则是135度左右。蝴蝶关节拉出后，手臂可以勉强交叉，腿部前踢90度，侧踢90度，屈膝135度以上。脚部可动性就相对偏弱了，常规360度旋转，脚尖带有上抬关节，而上抬下压以及左右的接地幅度就比较小了。好，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本次2款在造型上还是很不错的，
整体质感在线，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次的头发渐变，关节把持力度也都比较不错。我个人认为需要优化的就是面雕、前发以及后发的组合度，毕竟这个超3头发是真的很扎手，所以希望以后的面雕和前发在安装时能更丝滑一点。好，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友好交流。这里是雨辰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